欧洲又火了啊！这回可是真的火呀，火到什么程度？你看看，西班牙46度，葡萄牙47度，意大利路面直接被烤化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被热弯曲了。更离谱的是，都这么热了啊，很多欧洲人家里连个空调都没有，甚至他们的公交、地铁上也没有。你还不知道吧？现在整个欧盟啊，空调的普及率不到50%。那问题来了，为啥这工业化早了几百年的欧洲，连个空调都没普及开啊？反而后发展的我们，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空调了，甚至连养猪场都是空调间了。别在这扯什么欧洲没管到，欧洲人搞环保的啊！其实答案就仨字儿：他们用不起。欧洲电价本身就不便宜，那自从俄乌冲突之后，那更是涨疯了。看2024年德国的平均电价啊，100度电要39.5欧元，折合人民币300多，那一个月干下来，电费就得好几千了。对比一下，国内居民电价每度才5毛多，100度电也就50-60块钱。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家庭啊都能实现空调自由。看到这儿，不少人就要问了啊，那国内的电费为啥能比国外便宜那么多？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压箱底儿的国宝绝技——特高压输电技术了。今天必须给大家显摆显摆。高压线都知道吧？就是发电厂往各地送电的线路。那啥是特高压呢？就是使用特别高的电压进行远距离电力输送的技术。这通常直流电啊要达到800千伏以上，交流电呢要达到1000千伏以上，才能被称作是特高压。那为啥我们要发展特高压技术呢？因为中国的能源供应它有个天然的矛盾，那就是能源和工业发展不均衡。你看啊，中国有76%的煤炭在西北，80%的水能在西南，风和光呢又都在北方，但是却有大量的人口和制造业扎堆在东部沿海。电力的生产地和用电地之间相隔了上千公里，那靠传统的电网送电，不但效率低，损耗还大。我打个比方啊，假如新疆要给江苏送上100度的电，那这新疆就得准备个130度，因为这途中就会损耗个30度。这就导致什么？在以前啊，一到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，西部电多的用不完，那东部呢都得拉闸限电，什么工厂开3停4啦，路灯开一半啦。这在2010年以前的部分沿海地区啊，经常发生。那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我们启动了西电东送战略工程，而特高压技术就成为了执行这个战略最重要的法宝。根据物理定律啊，电压越高，电流越小，损耗就越低，跑的呢也就更远。我再简单点说啊，如果这普通电网它是绿皮火车，那特高压呢就是超级高铁，跑得快，跑得远，还拉得多。但在当时，特高压这个词儿啊，放在全球的电力圈就是玄学呀，没几个国家敢搞。为什么？一是路线太长了，跨越上千公里啊，要统一调度吧。而西方很多的电网早就私有化了，山头林立。二是什么？这个设备它要全套自研，标准要统一，那更没可能了。西方的制造业啊，早就没那执行力了。而中国呢，坚持自己干，自主研发。哪怕是没经验、没模板，连核心设备也基本都在欧美的手里，但中国的工程师们真就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儿硬啃下来了。为了验证特高压下能不能带电作业，我们的科研人员甚至冒着被电击的风险，亲自上阵，把1000千伏的高压电拉到自己身边做实验。在此之前，从未有人做过这种尝试啊！但是我们中国人真就做成了。2006年，我国第一条自主设计建设的特高压试验线路在山西开建。2010年，全球首条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线路从云南到广州全面投运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中国终于有了自主的特高压技术。再到2016年，1100千伏特高压线路新疆准东到皖南工程横空出世，输电距离超3000公里，损耗却不到5%。西边前脚发的电，后脚就能点亮东边万家灯火了。同时，这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力王国。到了2024年，中国的发电量已经突破了10万亿千瓦时，全球占比近30%，是美国的2.5倍。全球电网相关专利，中国占了1/4。而我们的特高压技术啊，也早就输出全球了。2018年，
中国帮助了埃及、赞比亚等国建起了电站，解决了当地用电难的问题。2019年，美丽山项目2期落地巴西，让那里的1600万人也用上了稳定电。再到2020年，中国与东盟达成电力合作，中国的电力标准正在逐渐走向全世界。这一到了夏天呢，经常有人开玩笑说，我这条命啊都是空调给的。而家家户户人手一台空调的背后，是几千公里外一条条的特高压线路在昼夜奔跑着。看到没有？所谓的大国重器，不只是在飞天登月的壮举中啊，更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。散会。